粉成雪，照亮明月，繁花谢，才叫做深夜。伴着三生草，白露是荒野。青丝一杯尘肃然，唯白发不减。往事似浮云常过眼，那一朵香当时笑颜，映在我梦里的世界。酒一杯，江河流日夜，人自寂寞，只剩了一片。歌无限，寂寞却不绝，一生不觉，问三生是否才能。这里报告，进来。围攻昌业的成军增援已经到位，另外慕容辰的东路也加强火力。昌业是一连胜的大本营啊，慕容辰肯定会全力猛攻。成军援军虽然到了，可是他们之前后勤补给已经被我们切断了。只要再坚守2日，他们要么强攻，要么只能撤走部分兵力。看来今天是必有一场恶战了。大帅，请放心，弹药我已经补给充足，就算慕容辰他亲自带兵打到昌业城下，也绝对不会让他轻易过关。命令李师长派39旅从西边攻击。是。你们来看，这个位置和这里是慕容辰马上就要发起进攻的点。我们只要先下手为强，在这个位置直接切入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如果从这儿切出一条道路的话，我们就能多出一条后路。这样的话，战局可能就对我方更有利一些。怎么都不说话了？你们一个个都哑巴了，是不是？昌业，抬起头说话！昌业一连攻了5天了，没有1连胜，你们都打不下来吗1连胜不在，可是1守城。军令状是怎么立的？5天之内攻进昌业，违令者怎么办？说，违令者杀无赦。记得把这些弹药放起来，放好了。潘副官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有没有兰坡的消息？锦桑，这地方你不该来。你到底知不知道？有他的消息，六爷一定会告诉你的。你放心，六爷已经派天盟会的兄弟去打听了，而且在西北，天盟会也是有关系的，一定会打听出来的。多谢了。这是你第一次为了他向我道谢。
父亲，您醒着呢。天凉了，我和大哥商量，给您添件衣服。您等一下，我现在叫裁缝过来。这裁缝说来也奇怪，他说不用量，看一下便知道您的身量。进来吧。是我骗了你，我离开你，是因为你突然说要娶我，我很害怕。我们相识了几十年，你从没有对我说过那样的话。你大婚的时候，正值牡丹初绽，大夫人又喜欢艳丽，袄裙上绣了王红牡丹，二夫人只喜欢团凤，不要杂纹。可那年太过炎热，就用了柏丝。你说三夫人娘家姓云，特意要我在织锦缎上绣了像云暗纹。四夫人不喜欢满眼大红，我就加了黑底斜襟，绣上金色双喜。五夫人取自江北，我便绣了浪纹，以喻涌江。六夫人过门的时候，西风盛行，不愿用凤冠霞帔，便用了白纱。我给你做了一套又一套的衣服，你的每一个新娘衣服都是我做的。我不敢想象，我给自己做嫁衣的时候会是什么心情，更不敢想象那衣服穿在我身上的时候是什么情形。我们将来怎么相处，会变成什么样？很多人都奇怪，你年轻的时候性情暴戾，执掌生杀，这么多年下来，就连你最亲最近的妻妾和孩子都怕你。我一个裁缝，为什么不怕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只因为我和他们不同，他们怕的其实从来都不是你，他们怕的是你身上穿的官服。官越大，他们就越怕。但我永远记得，你穿着粗布衣裳，第一次让我做衣服时的那个你，那个才是真正的你。进来之前，我已经和大少爷还有三少奶奶商量过了，服务员已经水深火热，实在不适合你静养。这件是当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穿的那身衣服，我做了件一模一样的。
如果你肯穿，我就带你走；如果你愿意，你就动一下你的手指。我带你走。带进去。最近战事吃紧，虽然家里储备的蔬菜不少，但还是受了一些影响。这餐饭照比以前素了许多。三妹又怀有身孕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我最近本来就没有什么胃口，也吃不下。但是小荣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啊，刘叔说刚刚截获了敌军的一支运输队，收获不少，还派人送回来一些牛肉。等我让厨房做好之后，给三妹和各位姨娘房里送过去一些。还是先紧着孩子吧。瞧你说的，你肚子里不也怀着孩子呢吗？哦，对了，三妹，有一件事情还得麻烦你。等你得空了，去整理一下燕云的东西，免得二弟回来之后见不到燕云的衣物。大哥，二哥还会回来吗？不管有多难，我们都要相信三弟。那兰坡还会回来吗？现在还没有消息，但这就是好消息。来，吃饭。你终究还是展翅飞了。三哥，手绢没有了。没事的，三儿。你大发雷霆，连你乳母张妈都被遣到乡下去了。我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，绝不将这条手绢还给你。我确实是个贼，可怜的是，我却偷不去你的心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秦桑，秦桑低绿枝。我叫一连侃，给你糖吃。谢谢。秀姐，我家虎子的衣服补好了吗？补好了，等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大帅，今天傍晚之前，出征部队即可全部离开福原。先遣部队一定要在天黑之前在江畔驻扎。选在永江江畔与慕容城对决，大帅是担心炮火会连累到江左百姓吗？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不管这场战役胜负如何，牵连最苦的还是老百姓啊！上车。站住！等一下，不行！走开！干什么？拦住他！六叔，我要跟你一起上火车。三少夫人，真是好大的架子！平时知书达理，没想到出了门就像脱缰的野马。如果今天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还以为我看错人了。福远城现在已经变得水深火热了，三少夫人干什么呀？送三少夫人回去。请，别碰我！六叔，我要去见兰坡。这里没有六叔，我这带着弟兄们是要去镇函关打仗，你在这添什么乱子？再说了，就算你见到兰坡，又不知道你会生出什么样的荒唐。现在是大局之战，你们这样来就会干扰战事，赶紧给我回去！再不回去的话，小心我军法从师。当日我去芝山，拦我的是江左文胆范先生；如今我去镇函关，拦我的是江左无胆易六爷。我秦桑何德何能？只不过当日我是心如死灰，可如今我是心急如焚。六叔，我是兰坡的妻子，我就要与他同乳同命，同生同死。三少夫人的伶牙俐齿，我在雍南的时候已经领教了。好一个同乳同命！但是你想过没有？你一旦上了这趟车，10有8九就会跟你肚子里的孩子命丧黄泉。我告诉你，但凡上了战场的战士，他们就没打算活着回来。你难道就不怕吗？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是福是祸，我秦桑自己担着。六叔，如果你不让我上车，我就带着我的孩子，先一步去黄泉路上等他。
三少奶奶身体不方便，一路之上细心照顾。江南21省、江北18省的范围之内，不仅仅有李重年、慕容辰，还有不少小规模的武装势力存在。进来。三少夫人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包厢休息，跑到这里来干嘛？身子不方便，更应该好好休息才是。多谢六叔让我上车，枪炮无言，还请六叔多保重。我就是来谢谢六叔的，不打扰二位了。好，等等，有件事情我现在想告诉你。简池，你去打壶水去。三少夫人，请。这件事情说起来，还是我对不起你。你可知道当年的厉望平为什么会失信于你？还是那句话吧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这件事情实际说起来都是我的错。当年我为了逃避成军的追赶，来到了昌业，当时又中了福军的埋伏。潘建池貌似把这个事情通知了我，当时为了救我的命，后来没办法，我拉着潘建池就一直走了。人各有志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只是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你，潘建池不是个负心之人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！易连凯，你有能力解知山之围，你有本事从天盟会的大牢里跑出来，现在又单枪匹马跑到这镇寒关来，你这么神通广大，可为什么偏偏没有保住燕云母子？二哥，没有保住二嫂，是我的错。我没有想到二嫂会自杀，可能真像他说的那样，不愿再被人利用，不愿再做江左棋盘上的一枚棋子。你跟燕云，你跟燕云。二哥，我跟二嫂真的没有什么。没有什么？那为什么？为什么整个江左的人都认为这燕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易连凯的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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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六叔，坐。你这趟出来，连个端茶倒水的老妈子都没带，我怕你在家里舒服惯了，出来有很多的不适应，所以啊，我过来看看你。走得急，也不想带个人去送死。哎呀，这些年呢，因为自己太过于执着了，亲手做下了很多的错事，
人生啊，其实就是一次一次的选择，这些选择呢，唯独没有回头路。你既然决定往前走，就不要再回头了。我也没有回头路可选了。报告，大帅，就快到前线了。停车。是。秦桑，前面已经到了交战区了。听六叔的一句话，还是下车吧。潘先生保重。少夫人务必保重。此生能与你相知相见，乃是最不悔之事。无论将来世事如何，却也算值得。我走了。三少夫人，三少夫人一人北上，路上本来就极度危险。但是我想，如果有潘副官一路相随的话，一路上还能有个照应。六爷，刚才您还说时间不能倒流，人生不能走回头路。当初是我自己选择天盟会，选择新世界，就算失去再多，我也不会后悔。兵荒马乱的，我身边不缺你一个。我这身本事是您教我的，如今已经无以为报。我只希望跟六爷走到最后一刻。不行，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是应该好好活下去的。去保护秦桑吧。这是命令。走。渴不渴？一会儿就到了，坚持下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肚子又疼了？你还能走吗？再坚持一会儿，还有3公里就到了，好吗？我扶着你走，来吧。走。好好休息。灭红玉传来口信，明天我们一早出发。谢谢。不客气。秦桑，你心里有没有想过最坏的打算？我想过。不管他死活，我都要带他回家。
好吗？受了些皮肉之苦。二哥对他用刑了，大概是因为燕云的事情吧。我这次来，就是想要把真相跟二哥说清楚。秦桑，真相真的这么重要吗？有时候真相比我们想象中更加脆弱。听我的，趁现在还没有见到易连生，回去吧。我不会回去的，我一定要见到易连凯。要么就一起回去，要么就一起留下。你们两个还真是天生一对，连性格都是一样的。我倒是可以让你见到易连生，不过要在3个时辰之后。至于能不能见到易连凯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还真想不到你能保护自己心爱的人，去见秦帝，还能看着他在这条不归路上。不知道米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当年宋太祖千里送金娘，一棒打得天下40州皆信诏。我想，他是希望你从此以后能够忘却男女之情，全力投身大义。多亏了梁先生，若不送他这一程，我就永远回不到过去。秦桑选择自己的路，义无反顾。他比我成熟。他们有他们的路，我们也有我们的路。等你唱完这出《千里送金娘》，就该一剑光寒40州了。只有这样，才不辜负易六爷的希望。易六爷已经出兵和慕容决战，如果他战败的话，如今李重年兵困抚远，慕容辰挥师西北，大家都刻不容缓了。梁先生，看起来这个天又要变了。怎么？堂堂一家的三少奶奶，跑到这镇寒关来看我？还带了礼物。二哥，我这次来是想以兰坡妻子的身份证明，二嫂的死跟兰坡没有关系。二嫂跟兰坡也绝对是清清白白，绝无任何瓜葛。干什么？你们所有人都觉得我易连胜是傻子是吗？燕云喜欢老三，父亲喜欢老三，就连老范对老三也是宠爱有加。我堂堂一家二少爷，只不过是孤魂野鬼罢了。我拼了命的离开府院，拼了命的跑到这镇寒关，可你们呢？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的跑过来提醒我，告诉我，我易连胜是个天底下最大的傻子，是吗？二哥是兄长，如果兰坡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其实二哥，现在父亲还大病未愈，抚远的战况又是这样乱，
这个时候兄弟阋墙，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。老三跟燕云的事情，铁证如山了，整个江左的百姓都知道，燕云肚子里的孩子是老三的。你说，我能怎么样？我倒是想问问二哥，你当初走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带着二嫂一起走？如果你要带着二嫂一起走，她根本就不会死。三弟妹见笑了。你不是不知道，燕云的心里装的人是老三，这肚子里装的孩子也是老三的。即便我强行带他走，我能怎么样？这些话，你可以对我说，可以对兰坡说，可以对全天下的人说。但是你敢对二嫂说吗？这是二嫂的遗骨，我千里迢迢给你带过来的。一连生，我告诉你，范燕云她是为你而死的。你要是觉得问心无愧，就把刚才说的那些混账话对着二嫂再说一遍。三弟妹，你跑来镇寒关，是想见兰坡，对吧？但是对不起，老三已经被我一枪打死了。怎么样？这种失去至亲之痛，感受到了吗？问问你的心，疼吗？报告旅长，什么事儿？一连开跑了。跑了？怎么回事？闵红玉救走的。闵小姐，这是旅长手令，放了一连看。这个有点为难。难道要旅长亲自来吗？把门打开。是。把人放了。把他给我解开。是。
走吧。放行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要离开这儿了，不忍心看你死。你回江走吧，那里才是你的天下。那你呢？我要去找江双喜。江双喜？我明白了。之所以你带二哥来西北，是因为李重年想拿二哥当跳板，能让你接近江双喜。江双喜听说易连胜带来江左最美的女人，他很想见见我。可是江双喜好色残暴，你去了就相当于往火坑里跳，你明白吗？你根本就不用为了李重年去那儿的。那你带我走啊！你带我走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不会，因为你有情桑。你说江双喜那是个火坑，但其实对于我而言，这世界本身就是个火坑。从我出生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掉进这个火坑里了。你听说过一个说法吗？小鸟出生的时候，第一眼看见谁，就会把谁认作妈妈。我觉得人也是一样的，第一眼见到的人，就注定了我们的命运。就像我和李重年，你和秦桑，这都是我们逃不出的命运。随风飘零，像是藏不尽的曾经。爱情不过是一场输赢，天下为你一人无情。你的心化作约定，像是听不见的驼铃，到头来都是基本人性，前世今生翻涌不停。我锁你锁心，锁不住梦醒，一生不敌天涯无垠。我放你放弃，放不出决定，来世再赴。